婚礼现场，沈南桥正要和陆怀瑾交换戒指时，心机白月光却故意将他的女儿推上台。女孩抓着男人的裤腿，可怜兮兮道：“爸爸，你和这个阿姨结婚，是不打算要私情和妈妈了吗？”从不撒谎的陆怀瑾此刻却笑着蹲下身，温柔地解释道：“刚刚只是和这个阿姨演戏，现在爸爸就要娶妈妈了，我们一家三口永远不分开。”一时间，来宾们议论纷纷，以为沈南桥会吃醋发疯。沈南桥却直言孩子最重要，欣然将手捧花递给了跟上台的白月光。看沈南桥这么配合，陆怀瑾乐开了花，笑着亲了他一口，许诺之后他们也要个孩子。可陆怀瑾似乎忘了，他们还没领证，而现在沈南桥也不打算领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南桥刚交完手捧花，拖着繁重的婚纱下台，顿时场内响起一阵惊呼声。他站在昏暗的台下，转身一看，就见大屏幕上，原本他和陆怀瑾的简陋婚纱照被替换成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甜蜜合照。这女孩的长相和陆怀瑾有7、8分相似，但眉眼弯弯，更像他的妈妈。随着照片轮转，沈南桥惊讶地发现，总说不爱拍照的陆怀瑾却和他们母女拍了上万张照片，从孩子出生、满月、换牙，甚至到第一次上幼儿园，他都从未缺席。而一向清冷的陆怀瑾在那些照片里穿着家居服，笑得阳光明媚，甚至还细心地标注好拍摄的日期和事件，舍不得遗留孩子每一个成长的阶段。沈南桥被他们的幸福灼伤了眼，心脏更是一阵抽搐。他也是刚刚才知道，陆怀瑾总拿加班出差搪塞他的每一次，都是在伺候他们母女。她的男友瞒着她在外成了个家，无数张照片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爱心。紧接着开始播放视频，陆怀瑾第一次笨拙地给孩子换尿布，他小心翼翼搂着孩子，教着他叫爸爸，而孩子如他所愿，开口第一句话是对着陆怀瑾叫爸爸。台上的陆怀瑾看到这一幕，和视频里一样，激动地落泪，抱着孩子狂亲。他的白月光叶洛西更是踮起脚尖，在他额头落下一吻。随后，他拿着话筒哽咽开口道谢：“怀瑾哥哥，在这个丧偶式育儿横行的时代，你不但勤奋工作养家，还手把手地伺候孩子的吃喝拉撒睡。像你这样的好爸爸太罕见了，遇见你是我和孩子的幸运，我们永远爱你。”他话音刚落，马上就有工作人员捧着礼盒上场。叶洛西打开盒子，将里面的锦旗郑重其事地交给陆怀瑾，上面写着“绝无仅有好爸爸，工作家庭一手抓”。台下顿时响起羡慕的惊呼声，大家都拿着手机拍摄，将这美好的一幕记录下来。全场唯有沈南桥苦涩一笑，他父母过世的早，留他一人孤苦伶仃，所以他一直很想要个孩子。可陆怀瑾每次垂头丧气，说想要再奋斗几年，家里琐事太多。沈南桥如果再怀孕生子，他的负担必定会加重。陆怀瑾许诺事业有成后再要个孩子，还让孩子随沈南桥姓，入他沈家族谱。沈南桥闻言只是一笑而过，他只是单纯喜欢孩子，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羁绊。但每次陆怀瑾都顶着个黑眼圈，一副为家庭奔波精疲力尽的模样，沈南桥总是心疼不已。为了全力托举陆怀瑾的事业，他决定这辈子做丁克了。至于家人，有陆怀瑾在就足够了。可后来，陆怀瑾的工作时间
越来越长，甚至开始夜不归宿。每当沈南桥礼貌问起的时候，陆怀瑾总是皱着眉头跟他吐槽：老板越来越黑心了，天天要求加班，还把工资降了。但我离升职加薪只差最后一步了，让我放弃我真的不甘心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空了一定好好陪你。沈南桥信任陆怀瑾，也从未怀疑过他的任何一句话，只是默默支持他。沈南桥还刻意讨好那些富太太们，只为给陆怀瑾的前程铺路。可谁曾想，他所谓的就差一步，走了整整5年，结果还在原地踏步。曾经沈南桥无比困惑，总觉得是自己说话不对，得罪了那些富太太，导致陆怀瑾被穿了小鞋。为此他愧疚了很久。但此刻他看着台上哭泣相拥的一家3口，沈南桥大彻大悟，高傲如沈南桥会为了让陆怀瑾走得更顺利，跪在地上为富太太剪脚趾甲，像个佣人一样任由他们打骂不还嘴，更是为了帮陆怀瑾完成伟大的理想，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。但陆怀瑾却瞒着他，为另外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枷锁。记忆中，陆怀瑾满怀斗志，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一幕，仿佛就发生在昨日。如今在和眼前的画面对比时，却显得格外可笑。看台上，陆怀瑾拥抱着叶洛西，眼尾泛红。谢谢你，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他话音刚落，头顶上花瓣砸开，粉红花瓣漫天飞舞中，屏幕上亮起了他们精美的婚纱照。而忙碌的只能和沈南桥是一套不合身婚纱的陆怀瑾，却有大把时间陪着叶洛西从中式到西式，各式各样的婚纱照足足拍了20套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台下再次传来一阵尖叫声，人人脸上都是祝福的表情。没有人觉得这一幕很荒诞，因为在场的来宾都是陆怀瑾的好友。当初做婚礼规划的时候，陆怀瑾说不想请些不喜欢的亲戚来扫兴，要办一场只有年轻人的婚礼。那时沈南桥还天真的以为陆怀瑾是怜惜他没有亲戚在世，新郎新娘亲一个。直到听着台下接连不断的起哄声，沈南桥才知道他自作多情了。陆怀瑾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叶洛西母女的出场在铺路，亏得沈南桥还曾经为此感动得哭湿了枕头，觉得多年付出终见曙光。结果到头来，他这个真正的新娘却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。而此刻，陆怀瑾满目深情，忽地对上沈南桥的眼睛时，最终还是没亲下去，只是牵了牵手了事。台下发出一阵扫兴的叹息声，沈南桥麻木地转身，正欲离开时，全场忽地一暗，一束光在门口亮起。陆怀瑾的母亲坐着轮椅出现在了婚礼上。看到这个慈祥的老人，沈南桥只觉得双眼一酸，满腔委屈忍不住要喷涌而出。陆阿姨怜惜沈南桥没有双亲，对他更是格外照顾。他和陆怀瑾谈恋爱时，陆阿姨总留他在家吃饭，拉着他的手说把他当亲生女儿，刚呵斥陆怀瑾不许辜负他。后来陆阿姨病重导致半瘫痪，终生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为了更好地照顾他，沈南桥特意辞了工作，精心伺候了他5年。在沈南桥的心里，早就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了。沈南桥思索间，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巨力，他猛地撞在桌子上，手臂顿时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叶洛西忽然走到沈南桥身前，故作无语道：“南桥姐，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你一下，你没必要假装摔倒玩苦肉计吧。”
原本准备来扶沈南桥的陆怀瑾闻言，立刻顿住了脚步，皱眉失望地扫了他一眼。这时，陆阿姨也推着轮椅来到他们面前。沈南桥张了张嘴，正准备喊人时，叶洛西却抢先喊了一声妈，越过沈南桥去推陆阿姨的轮椅。往日里说陆家儿媳只认沈南桥的陆阿姨，此刻却含笑应声，拉着叶洛西的手一直在寒暄。沈南桥只觉得浑身血液都被抽空一般，寒冷刺骨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婚礼真正的新娘是叶洛西，只有她被蒙在鼓里。沈南桥揉了揉受伤的手臂后起身，陆阿姨见他要走，忽然开口叫住了他：“你要走的话，先把戒指留下，这是怀瑾为了婚礼专门定制的。”对上他眼中陌生的冰寒，沈南桥心忽的一沉。也是，外人总归是外人，她可是陆怀瑾的妈妈，怎么会不向着他？四周无数双探究的眼神粘在沈南桥身上，让他很是不自在。沈南桥吃力地将这勒得他手指疼的戒指扒下来，丢给叶洛西。叶洛西递给陆怀瑾，陆怀瑾含笑，单膝跪地，亲自为他戴上，不松不紧，刚刚好。看到这，沈南桥忽然笑了，怪不得，他说定制的戒指怎么会那么紧？原来不是戒指的问题，是人对不上。叶洛西满脸骄纵，盯着沈南桥的婚纱看。南桥姐，我这婚纱和怀瑾哥哥的西服配不上，你不介意把婚纱换下给我吧？叶洛西身上那套明显才是配套的，他如此说，不过是想让沈南桥当众难堪罢了。眼见着不少宾客都举起了手机，沈南桥扭头就走，突然一个轮椅挡在了沈南桥的面前。陆阿姨冰冷冷地盯着沈南桥，强硬道：“脱了，这婚纱是怀瑾买的，你没有权利擅自穿走。”陆怀瑾没有阻止他妈妈和叶洛西的步步紧逼，而是站在一侧埋怨地看向沈南桥，欲言又止。目睹一切的沈南桥只是淡然一笑，点点头：“我去更衣室换下。”叶洛西撇撇嘴：“南桥姐，真没必要这么麻烦，婚纱里面都有内搭，当众换下来没什么的，大家什么场面没看过？你这一来一去的，多浪费时间啊！再说了，我看过你之前的泳照，你不是挺开放的吗？怎么现在还害羞上了？”沈南桥紧咬牙关，朝着叶洛西走去。陆怀瑾瞧见沈南桥要发火，急忙挡在叶洛西的身前，拉着沈南桥的手：“洛西，他只是开个玩笑罢了，你何必当真？”周围的年轻人更是叽叽喳喳的嘲笑：“不是吧，玩笑都开不起，怪不得怀瑾要娶别人，这姓沈的小娘们也太无趣了。”婚礼变闹剧，陆阿姨更是怒气冲冲地直视沈南桥：“够了，你非要毁了怀瑾的婚礼才肯罢休吗？”沈南桥望着陆怀瑾哀求的眼神，只觉得可笑。明明是他的主场被人霸占了，到最后他成闹事的了，和这群三观不正的掰扯不过是浪费口舌。沈南桥懒得多说，转身就走。“妈，我跟着南桥去拿下衣服。”陆怀瑾解释了几句，便小跑着跟了上来。他不合时宜地闯进了更衣室，难得柔声解释道：“对不起啊，我妈她年纪大了，有些不讲理，你别生她的气。今天我和洛西结婚，是我妈执意要求的，她生病了，受不得刺激，所以我才配合着演戏的。”陆怀瑾说是演戏，可眼底的欢喜不似作假，对小孩的爱也是真情实意的。换作以往，沈南桥会吃醋的发疯，然后大声质问他到底爱不爱自己。但现在沈南桥毫无感觉，满不在意的开口：“知道了。”原本准备迎接一场吵闹的陆怀瑾忽的一顿，
惊讶地看了沈南桥一眼。陆怀瑾以为沈南桥终于懂事了，笑着将他搂紧怀里，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，等回去之后我们努力，要个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沈南桥什么话都没说，他却以为哄好了，自顾自拿着婚纱走了。以前的沈南桥就这么好哄，一个拥抱，一个承诺，即便是有再大的火气也消了。陆怀瑾觉得同意生个孩子就足够平息他今天所受的屈辱，可他似乎忘了，他们都还没领证，如今这婚沈南桥都不打算结了，更不会要什么孩子了。沈南桥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家里乱糟糟的堆着快递盒子，全是陆怀瑾购买的儿童用品。沈南桥刚发现的时候，还以为是陆怀瑾想通了，为此开心的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可沈南桥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是陆怀瑾买给他在外的私生子的。沈南桥坐在椅子上，怔怔出神，再抬头看一眼熟悉的房子，这里承载了他7年的记忆。曾经的他以为，屋子虽小，但这里的一切都是温馨的。陆怀瑾虽然总是在外忙碌，经常不着家，但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记得给自己带小礼物。他还会将沈南桥搂紧，温柔地说一句你辛苦了。陆阿姨虽然总是爱骂人，但沈南桥只当是她生病了，心情不好。可现在沈南桥仔细一回想，才发现曾经的自己真是傻得可爱。陆怀瑾送她的礼物都是些围裙、手套、洗衣液之类的家用物品，他总是嘴上心疼地说着我不愿你受苦，却将沈南桥困死在家中，将本该由他照顾的瘫痪母亲外包给了沈南桥。纵然回首，才恍然发现婚礼上他们的忽然变心并不是偶然事件，只是他们都不再需要沈南桥，所以不再伪装了。既然如此，沈南桥也该离开了。沈南桥晃了晃头，收敛了情绪，却忽然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小礼盒，上面还贴着一张红色爱心的便利贴，写着沈南桥生日快乐，永远爱你的怀瑾。落款处还有陆怀瑾的签名和一个亲吻的颜文字表情，这是个很用心的礼物。可沈南桥却再也没有以往那种愉悦的心情，沈南桥都懒得拆封，顺手便将其丢进了垃圾桶里。他回到了房间，整理着东西。这些年来，沈南桥把陆怀瑾的衣柜填满了一个又一个，名牌球鞋更是多到摆不下。可沈南桥走时，他东西少的却连一个行李箱都装不满。可曾经她也是个爱美的小女孩，如今却和个大妈一样，连睡衣都不舍得买新的，只穿陆怀瑾淘汰下来的。沈南桥失笑着摇摇头，从柜子里翻出了他和陆怀瑾这7年来的点点滴滴，除去日常用完了的生活用品，能保留下来的居然只有几张裱起来的合照，以及他在明信片上亲手写下的情书。可即便如此，沈南桥都爱惜不已，更是小心翼翼地珍藏着。但现在这些虚假的物品，他再也不在乎了。沈南桥将这些物品收拾好，连同他对陆怀瑾的爱一起拎出去丢掉。等到沈南桥丢完垃圾回来的时候，屋里灯火通明，5岁的小孩甜甜地叫着奶奶，陆阿姨更是高兴地笑弯了眼，一个又一个的红包塞进小孩口袋里。这是叶洛西的女儿叶思晴，也正是闹婚的小主角。此刻他们一家聚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沈南桥不合时宜地打开了门，温馨的气氛顿时凝滞。陆怀瑾见到沈南桥的那一刻，笑容散去，沉着脸质问道：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你为什么要丢掉？你知道我为了给你挑这个礼物花了多大的心思吗？沈南桥朝着陆怀瑾的方向看去，
才知道自己丢进垃圾桶的礼盒又被他捡了回来。他说完之后，自己动手将礼盒拆开，从中拿出了一条崭新的围裙。沈南桥只是嗤笑一声，并没有说话。陆怀瑾发完火后又冷静了下来，他每一次都是这样，短暂的生气发火，但很快就会低头跟沈南桥道歉。以前沈南桥还以为他性格好，感慨自己找了个好对象，直到现在才知道他只是太会伪装了。而沈南桥被骗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才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。他走上前，想亲手为沈南桥穿戴上，语气又恢复了以前那种温柔状态。之前你说围裙太旧了，想换个新的，可家里开销大，我想着将就用用就得了，但仔细一想，还是委屈了你，所以我就专门给你定制了一条，上面还印着你最喜欢的魔法少女图案。喜欢这个生日礼物吗？陆怀瑾期待地看着沈南桥，真诚地在等他的答案。可沈南桥只觉得很荒诞，他们在一起7年了，不是7天。陆怀瑾的所有喜好和小习惯，沈南桥都了如指掌，每次生日都能按照他的喜好送礼物，甚至就连做饭的口味都迁就着他。可他怎么能做到对自己一无所知呢？谁又会喜欢自己的生日礼物只是一条做饭时穿的围裙？哪怕只是一个水杯、一个墨镜，都比这实用。沈南桥被他逗乐了，懒得回复。而身侧的叶洛西顿时喜笑颜开地将围裙接过来欣赏，更是朝着陆怀瑾竖起大拇指，狠狠夸赞道：“哇，这礼物也太棒了吧，怀瑾哥哥，这图案不是官图哎，我怎么没见过？”陆怀瑾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，满意的大笑，更是得意地解释道：“那是当然，这图案可是我专门请画师画的，足足花了我2000多呢。我就是想给南桥一个惊喜，2000块钱买什么不好？可他偏偏花钱定制了张对沈南桥来说无用的图案。”叶洛西笑得肚子疼，直接将围裙塞给沈南桥：“南桥姐，你快穿上这个礼物，看看合不合身，千万别辜负了怀瑾哥哥的一番好意。”他很明显是在嘲笑，想要故意给沈南桥难堪。沈南桥静静地扭头看他：“这么喜欢的话，送你了。”叶洛西脸一黑，刚要开口骂人，陆怀瑾就挑眉，闷着声拒绝道：“胡闹，哪有送人围裙的？洛西，你若是真喜欢这图案的话，我明天找人定制个手办给你寄过去。”叶洛西大喜过望：“怀瑾哥哥，你真的太好了！你怎么知道我最爱收集动漫手办？”陆怀瑾被夸，开心的眼尾都带着笑意，但他还是故作谦虚道：“哪有，我只是上次陪你逛街，瞧你在手办处多看了2眼，随便猜的，没想到居然猜到了。”叶洛西嘴里夸赞着陆怀瑾，眼神却是挑衅地盯着沈南桥看：“你真是太细心了，做事面面俱到，做你的老婆一定很幸福啊。”沈南桥抬头看向陆怀瑾，原来陆怀瑾也知道没人会喜欢围裙这种礼物，可他还是送给了自己。他也不是大大咧咧，还是能细心地观察到叶洛西的爱好，可他却不愿意了解沈南桥这个枕边人的内心，连个礼物都买不好，还装疯卖傻。他和叶洛西说笑一番，见沈南桥不说话也不动作，他不满意了。陆怀瑾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围裙，拉着沈南桥的手死活要来给他戴上。不送你礼物，你又不开心。现在我送了你，还是拉着个脸，我到底要怎样做你才能满意呀？沈南桥懒得搭理他，甩开他的手。他回来之后，没有同往常那样收拾房间，而陆怀瑾他们被沈南桥伺候惯了，
更没有这个意识。现在导致房间里堆满了拆完了快递的空盒子。沈南桥直接越过一堆快递盒子，准备进屋拿行李箱走人。这过家家的游戏，他们爱玩随便他们，他不奉陪。而陆阿姨原本正在逗着小孩，她见沈南桥准备进屋，还以为沈南桥是躲着不想干家务，她直接扭动电动轮椅，直接拦下了沈南桥，张口就是训斥的话：“你看看这家里乱成什么样子了，你都不打扫干净，还想躲到哪里去？我儿子拼命赚钱养你，不是养个吃干饭的废物。”沈南桥朝他看了一眼，这么假的话他也说得出口。当初沈南桥的工资是比陆怀瑾还要高的。陆阿姨生病后，生无可恋地躺在病床上，拉着他的手，恳求道：“怀瑾若是从这个公司辞职，怕是再也找不到好工作了。你不一样，你有学历有技术，不论什么时候，社会都会重新接纳你。南桥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也深爱着怀瑾，无论你做任何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”那时陆怀瑾在一侧隐忍落泪，久久难做决断。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沈南桥辞了工作，留在家里照顾他病重的母亲。这一照看就是整整5年。他们也清楚，这些年沈南桥花的一直都是他攒的积蓄，直到前2天沈南桥的卡见底了，他才伸手找陆怀瑾要过一次钱，就这么一次，而且才要了200的买菜钱。可到了陆阿姨的嘴里，沈南桥却变成了只会花他儿子钱的废物。沈南桥又看了陆怀瑾一眼，他低着头不说话，默认了他母亲说的一切。他只觉得可笑。沈南桥尽心尽力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5年，可陆怀瑾背着他在外生了个孩子，不说他们母子，还觉得沈南桥亏欠了他们，要求他任劳任怨地报答他们。以前沈南桥太傻了，但今后不会了。而陆阿姨见沈南桥一直站着不动，彻底阴沉了脸，厉声呵斥：“你是死人吗？怎么还不收拾？”陆怀瑾这才抬头看向沈南桥，他不觉得他母亲说的话很过分，反倒是拉了拉沈南桥的衣服，挑眉劝道：“大喜的日子，别惹妈不高兴，你快去收拾吧。”沈南桥还是没有动作。叶洛西见气氛僵持不下，假惺惺地开口道：“妈，你别生气了，人有惰性是很正常的，我来就好了，我打小就勤快。”他连打扫的动作还没做出，陆怀瑾便心疼地打断道：“不用了，你是客人，坐着就好了。”说罢，他失望地看着沈南桥，埋怨道：“你看洛西多贤惠，还勤劳，你怎么也不跟着学着点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懒了？”这些年，沈南桥家务全包，事无巨细地照顾了他们7年，就一次没打扫卫生，变成了他口中唾弃的懒鬼。而叶洛西只是口头上说说，陆怀瑾就夸他勤快，爱与不爱真的太明显了。沈南桥不愿与他们过多争辩，可他第一次违背他们的指令，让他们都很不爽。陆怀瑾只是倚在一侧生闷气，陆阿姨则是出言不逊地指责道：“果然是没妈教的孩子，就是没教养。”沈南桥忍无可忍，直接一把将桌子掀翻。5岁的叶思晴顿时吓得大哭。至此，伪装的和平假象彻底被掀翻。陆怀瑾一边抱着孩子轻声安慰，一边气得吼他：“你疯了！我妈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？你要是有教养，会当众摔东西吗？”望着这一家子丑恶的嘴脸，沈南桥冲进房间，拿好行李就往门口走去。陆怀瑾愣了半晌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沈南桥头也没回地说道：“陆怀瑾，我们分手。”陆怀瑾一愣，将沈南桥拦下，挑眉道：“不是吧，沈南桥，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
你要跟我分手？小事。沈南桥冷笑看着他，我们恋爱期间，你瞒着我和叶洛西生了个孩子，这也只是小事吗？闻言，陆怀瑾忽然笑了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思晴是我表哥和洛西的孩子，我小姨走得早，结果表哥也意外车祸，早早撒手人寰。我只是帮着照顾一下孩子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都是女人，你怎么就这么自私？叶洛西满脸的无语插话道：“南乔姐，你也太不识好歹了。要是我有个这么热心肠还重感情的老公，我定会把孩子一家接回家伺候，哪会像你这样只顾着自己。”他们又开始围着沈南乔指责，将他贬低的一无是处。可既然是表哥的孩子，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去照顾，还要让孩子叫他爸爸？更是破坏了沈南乔心心念念的婚礼，让他当众丢脸。沈南乔抬头一看，这母子俩的脸上露出了同样的厌恶表情。这一刻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早就不重要了。沈南乔懒得回应，而陆怀瑾还在咄咄逼人。你怎么也不向洛西学学，他多体贴啊！他还知道委屈了你，让我一定别忘了给你补办一场婚礼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他要是个正常人，就不会提出抢婚这种无理的要求，而不是事后假惺惺的提补偿。叶洛西站起了身，哭哭啼啼：“我就该和孩子爸一起死，我们的命不重要。千万别因为我影响到了你们的夫妻感情，我这就带着孩子去跳江，彻底从你们的世界消失。”说着，他直接抓着叶思晴的手往外拖，小孩顿时哭闹起来：“爸爸，我不想死，你让坏阿姨走。”陆怀瑾更是阴沉着脸，直接拽住沈南乔的行李箱：“沈南乔，你不要闹了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惹事了？”陆阿姨气得破口大骂：“怀瑾，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没家的人能去哪里。”是的，沈南乔没有家了。当初为了给陆阿姨治病，沈南乔卖掉了父母留给他的房子，如今更是为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所以他们母女才会就此拿捏沈南乔，以为沈南乔离不开他们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沈南乔虽然在家，但是对于他的工作邀请却是从没断过。沈南乔留下来只是因为对陆怀瑾的爱，但现在沈南乔不爱他了。在沈南乔拿起行李箱准备离开时，叶洛西走上前，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钱往他手里塞：“南乔姐，你没钱啊？我借你点钱住酒店，等怀瑾哥哥和妈消气了，你再回来。”沈南乔扫了他一眼，不屑道：“不是要跳江吗？这点钱你还是留着给自己买骨灰盒吧。”原本还想再劝劝沈南乔的陆怀瑾闻言，气得一脚将他的行李箱踢出了门：“滚，走了就别回来了。”门被砰的一声关上，沈南乔踉跄地拎着行李箱出门，吹着冷风。他随便找个酒店先住下，给学长打去电话：“学长，你之前的邀约我答应了。”电话那头，学长开心地回应道：“太好了，南乔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不过你能不能接受外派，起码要3-5年的时间。”沈南乔回应着：“没问题。”学长笑道：“我明天给你办个入职宴，介绍同组的同事给你认识认识。”沈南乔这些年为了陆怀瑾母子，几乎放弃了他的前程，如今是时候重新开始了。他答应下来，闲聊了几句，将电话挂断。洗漱一番，沈南乔躺在酒店的床上，正舒舒服服地刷着视频。忽然间，他收到了叶洛西发来的视频。沈南乔随手点开一看，陆怀瑾正穿着他要送沈南乔那条围裙，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。可是，在沈南乔的记忆里，陆
陆怀瑾是个连炒青菜都能炒糊锅的糊涂蛋。自从那次陆怀瑾差点将厨房给烧了后，沈南桥便再没让他进过厨房，连洗碗的活都是沈南桥自己做。而现在，陆怀瑾单手拎起炒锅，熟练的模样，更像是在饭店里干了10年的厨师。手机震动着，叶洛西紧接着发来文字：南桥姐，你老公做的饭可好吃了，你没吃过吧？你还真是蠢货呀！怀瑾哥哥13岁的时候就炒的一手好菜，他只是不想伺候你，所以假装不会做饭，亏得你还信了。沈南桥看着叶洛西发来的嘲讽表情包，没说话。他猜到了，陆怀瑾骗了他足足7年。沈南桥深吸一口气，已经打算将手机屏幕关闭，可叶洛西又发来一段话：你知道7年前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吗？沈南桥手上的动作一顿，虽然他已经心死，不再深爱着陆怀瑾，可沈南桥一直很困惑。陆怀瑾明明不爱沈南桥，为什么却在7年前那么热烈地追求他？陆怀瑾会天天给沈南桥带早餐，会跟在他身后一遍又一遍说着爱他。沈南桥在工作上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陆怀瑾也会搂着他，安慰他。最后，陆怀瑾更是在豪华的餐厅里布置了美轮美奂的场景，当众向沈南桥表白。沈南桥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热情的邀约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记忆中的陆怀瑾阳光热情，满眼都是他。正因为如此，沈南桥才不懂他的意图。而现在，叶洛西的一张张照片和他说的话，为沈南桥解答了疑惑。怀瑾哥哥和他表哥姐同时喜欢上了我，为此两兄弟吵红了脸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我给他们各自2个月的时间好好表现，最后我会从中选一个。2个月后，他们各自订好了餐厅等我来。我的选择不是怀瑾哥哥，但怀瑾哥哥不愿意浪费白白准备的场景，所以把你叫出去了。没想到居然就此成全了你们，而你就更可笑了，居然真的以为这是爱。他发来的只是文字，可沈南桥却听出了这背后的嘲讽。难怪陆怀瑾表白得很突然，现场的音乐也不是沈南桥喜欢，甚至就连送他的鞋子尺码都是小了的。那时陆怀瑾红着眼给沈南桥道歉：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鞋子尺码，所以买小了。他暗自神伤的时候，沈南桥还傻傻地安慰他，甚至过了很久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很幸福。可没想到啊，这场精心布置的表白现场只是叶洛西不要的。沈南桥每日的早餐也是陆怀瑾为叶洛西准备的，他给沈南桥的那份只是叶洛西吃剩下的，而沈南桥只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，是他落选后的备胎。沈南桥关掉了手机，不再多想，反正他们还没结婚，沈南桥的人生也还长着，未来他只会为了自己而活。第2天，沈南桥起床后在外面溜达了一圈，临近中午，他才往订好的饭店走去。刚踏入时，就看到陆怀瑾正在给叶思晴办5岁生日宴。陆阿姨还笑着给叶洛西夹菜，直夸她是个人美心善的好儿媳。叶洛西笑着回应：应该的。她眼角余光瞥到沈南桥时，更是直接挑衅地亲吻了一下陆怀瑾的脸颊。陆怀瑾的脸上顿时洋溢起幸福的笑容，将叶洛西搂紧怀里。这时，陆怀瑾怀里的叶思晴看到了沈南桥，小手指向他：爸爸妈，坏阿姨在那里。陆怀瑾闻言转头一看，对上沈南桥的目光，他顿时愣在原地。叶洛西站在陆怀瑾的一侧，挨得很近，
笑眯眯地看着沈南桥。沈南桥，你偷偷跟踪我们，不会是为了来搞砸孩子的生日宴吧？你要是心里不爽，就冲我来。孩子他是无辜的，我这就给你赔罪。说着，他忽然跪在沈南桥面前，酷酷扇着自己的耳光，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。可只有沈南桥知道，叶洛西他根本没有悔恨，他只是在借机挑事，让陆怀瑾放弃沈南桥，这样叶洛西就可以彻底的住进他们的家了。陆怀瑾原本还想跟沈南桥解释的，见状彻底没了心思，他更是急忙扶起叶洛西，怒视着沈南桥：“你真的太恶心了，连孩子都要针对。亏得洛西昨天大度地原谅了你的冒失，还劝我原谅你，早点找你回家。”陆阿姨推着轮椅过来，也是恶狠狠地瞪着沈南桥，跪下给思晴道歉，要不然这个家你就别想回了。叶洛西踉踉跄跄地起身：“我哪敢让南桥姐姐道歉啊？只求你以后别针对我的孩子，他才5岁，什么都不懂，都怪我这个当妈的不懂事，惹了您。今天这瓶白酒我一口干了，就当给沈南桥哥赔罪了。”说着，叶洛西红着眼，夺过其他桌上的一瓶白酒，直接敲了瓶盖，一口闷。陆怀瑾急着扑上去拦他，心疼不已：“洛西，你不要冲动，这酒喝下去你会受不了的。沈南桥，你是个死人吗？杵那做什么？还不赶紧道歉？你是想逼死他吗？”沈南桥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，这边已经围满了人。沈南桥的学长见状冲过来解释：“你们误会了，沈南桥是来参加他的入职宴的。”陆怀瑾一愣，收敛了怒意，好奇地看向沈南桥：“给你办入职宴，你找工作怎么不先和我商量一下？你不在家，那我妈谁照顾啊？”沈南桥正准备开口说话，陆阿姨抢先他一步，得意洋洋地开口：“怀瑾，不必求他，他想走就走。洛西也能把我照顾得很好。”叶洛西躺在陆怀瑾怀里，摇摇欲坠，急忙打着包票：“妈，照顾人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以后你就放心把这些琐事交给我吧。”陆怀瑾更是笑着夸奖道：“洛西，还是你心善，不像沈南桥这个自私鬼，只想着他自己。若是早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我就不会娶她。”陆怀瑾这些话很明显是说给沈南桥听的，就是想让他吃醋，去和叶洛西竞争。可沈南桥只觉得可笑，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更何况照顾的还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。照顾病人1天2天会觉得还行，可长久下来是个人都会疯的。沈南桥也很好奇，叶洛西能演多久的深情戏码？身侧学长忽地挑眉看沈南桥：“沈南桥，你不是说你没结婚吗？结婚的可不能外派，隐瞒被发现可是要被开除的。学妹，你可别害我，他们公司确实有这样的规定。”沈南桥也是说过他未婚，当初他们是准备去领证来着，可陆怀瑾为了叶洛西母女爽约了，所以最后证没领成，他还忘了这事。沈南桥正准备开口解释，陆怀瑾忽的眼前一亮，觉得拿捏了沈南桥，得意道：“你要是敢走，我就去举报你，让你丢了工作。你也不想连累好心帮你的学长吧？”沈南桥为了陆怀瑾放弃了几乎一切，可陆怀瑾却妄图将他的翅膀斩断，永远的困死在牢笼里。沈南桥笑了笑：“举报我？陆怀瑾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？”陆怀瑾却沉了脸：“婚礼就算没办完也没影响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老婆，你不能丢下我和我妈出国。”沈南桥冷笑地从包里掏出户口本，指着上面的未婚2字：“陆怀瑾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根本没领证啊？”
陆怀瑾被沈南桥这么一提醒，忽然愣住了。和沈南桥相关的事，他总是忘性大。正没领成后，沈南桥提过一嘴，但他只是敷衍的开口，不是多大的事，等之后有空再去领证，这是不急，先把婚礼办了。沈南桥寻思他说的也对，便没有再催。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变故，所以现在沈南桥转身就可以离开他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束缚。陆怀瑾的目光还落在未婚二字上，久久没回过神来。倒是叶洛西快步走了上来，他也没料到沈南桥真舍得放手，但还是安慰地拉了拉陆怀瑾的手。他垂眸，一副为你着想的模样，却说着拱火的话：怀瑾哥哥，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想过和你长久，你就是太好骗，这才被他戏耍了。沈南桥很无语地白了他一眼。如果沈南桥真的如他所说的那般，便不会为陆怀瑾放弃那么多，到头来亏得一无所有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争辩再多毫无意义，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沈南桥反正就要离开了，眼不见为净。原本发呆的陆怀瑾听到叶洛西的话，顿时从思绪中走出。陆怀瑾盯着沈南桥的眼睛看，察觉到了他的不同。瞧见他所说不像是在作假时，陆怀瑾的心才忽然慌乱起来，开口想要挽留他。南桥，最近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，我们回家好好谈谈吧。吵架、冷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沈南桥冷冷地看着他，他们之间哪有什么误会？不过是一方不愿意演戏了罢了。对上陆怀瑾充满爱意的眼眸，沈南桥却只是轻蔑一笑。陆怀瑾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没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的。说完，沈南桥招呼着学长，就准备进包厢聚餐去。学长抱着胳膊一直站在沈南桥身侧，他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有很多人好奇地举起手机拍视频。他挑了挑眉，没什么事了，大家伙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人群意犹未尽地散去，唯有陆怀瑾的情绪一直不高，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沈南桥的身上，仿佛一个眨眼就会彻底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某样东西。随着沈南桥和学长说说笑笑的要走进包厢，沈南桥，陆怀瑾呼唤着沈南桥的名字，追赶着他的步伐。他还在期待着沈南桥会像以前一样，听到他的呼唤后会笑着扑进他的怀里。可是沈南桥没有，沈南桥假装没听到他的呼喊，连头都没有回一个。身后陆怀瑾忽然撞倒了桌椅，惨叫一声摔倒。叶洛西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，要看他的伤势，可陆怀瑾只顾着喊沈南桥了。以前沈南桥爱惜陆怀瑾，他磕着碰着一点，他都紧张的不行。有一次他们吵架，陆怀瑾气得胃疼，沈南桥放下怨气，陪着他冲刺到医院，开口就喊医生救救他。检查一番，陆怀瑾并不是气的，只是生气不吃饭饿的。可沈南桥还是心疼不已，更是自责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和他吵架，让他不好吗？害他遭这罪。也正是那次之后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沈南桥都是先退让、先道歉的那一个。往事如烟，沈南桥不得不反思，是不是他一次次的纵容，才导致陆怀瑾变成今天这个模样。想了想，沈南桥摇摇头，都结束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管他伤成什么样子，沈南桥都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和反应。沈南桥和学长走进了包厢，全然没有看到身后的陆怀瑾流露出的悲伤神情。进了包厢之后，大家闹闹哄哄的喝了不少，学长喝得醉醺醺的，
和这些小年轻叙说着沈南桥当年的风光事。省状元，专业第一，一毕业就被国内顶尖企业挖走，刚入职就坐上了主管的位置。听着他说起那一桩桩事，连沈南桥自己都会恍惚。他们叽叽喳喳地问沈南桥为什么要离开那个顶尖的公司，放下一切名利。闻言，沈南桥只是笑了笑，懂事的自罚3杯，手里的酒杯冰凉，也让他回忆起了尘封的往事。那个时候的沈南桥，因为对亡故父母的思念，格外贪念家的味道。虽然他拥有钱，拥有好的发展前景，未来无限，可沈南桥每次回到家里，一片昏暗。他多么希望在黑暗中有一盏灯是为他而亮起的。陆怀瑾就是在那时凭空出现，他将喝醉了的沈南桥送回家，在他昏昏沉沉的时候，给他递来一碗醒酒汤。对上他眼睛的那一刻，沈南桥内心深处的空白瞬间被填满，为此他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他想，他可以为这个家放弃一切，放弃职位，放弃金钱，放弃自我。可当沈南桥耗尽最后一滴能量之后，美梦却被瞬间戳破。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面容和表现，可沈南桥却深深地明白，一切都是假象。真相血淋淋摆在面前时，沈南桥却连愤怒的情绪都失去了，只有满满的心累，像是一台被抠掉了电池的机器。沈南桥愣神间，学长醉醺醺的来给他敬酒，阴郁的心情一扫而空。沈南桥没有任何的顾忌地喝着酒，什么贤惠、知书达理，统统抛至脑后。吵吵闹闹到半夜，沈南桥酒气熏天地从包厢里出来，和学长同事们一一告别。沈南桥晕乎乎的，眼前的路似乎都在晃。他朝着前方看去，恍惚间却看到陆怀瑾吹着冷风，站在门口处等他。那一瞬间，沈南桥好像回到了他们确认关系之前。不管他喝酒应酬到多晚，只要一出门，第一眼看到的只会是陆怀瑾。沈南桥问陆怀瑾为什么要等他。大晚上，女孩子走夜路多不安全。他却笑得温柔。大晚上，女孩子走夜路多不安全。再说了，你喝成这个样子，我很怕你会醉倒，冻死在路边。沈南桥没有多说，只是默默记下这份温情。他以为他们在一起之后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可他们确认恋爱关系之后，陆怀瑾反而不再等待了。有次沈南桥真的醉倒在路边，稀里糊涂睡了一觉，醒来之后冻得浑身僵硬。沈南桥回到家后，陆怀瑾却没有过问半句，只是习惯性的给他倒了杯热水。那时沈南桥虽然心里空落落的，可还是自我安慰，他只是工作太忙了。但站在现在回看往事，才大彻大悟，陆怀瑾只是不爱他，从来都没爱过。一晃神间，陆怀瑾搭在手上的棉大衣已经披在了他的肩上。陆怀瑾冻得直哆嗦，熟练地挽着他的手臂，一双黝黑的眼睛看着他，带着丝丝恳求。沈南桥，别闹了，我们回家好吗？回家吗？可那是他的家，不是沈南桥的。沈南桥没有做出回答，而是默默将他的手抽开。陆怀瑾的眸子里瞬间涌上失落，他尴尬地挪开眼去，不停戳着那双冻红了的手。今天的冬天来得好快，冷死我了，他刻意地絮叨，不断地做出僵硬的小动作，表达着他现在很冷。沈南桥知道，他是希望自己能像以前那样扑进他的怀里，帮他暖手。可沈南桥能捂热他的手，却捂不热他那颗凉薄的心。他还是在叶洛西出现后，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沈南桥，永远地站在他那边。想到这里，沈南桥把大衣脱下，
还给了他。沈南桥怕将衣服穿走了之后，陆怀瑾还会来找他扯皮，那样太麻烦了。陆怀瑾接过带着他体温的衣服披在身上，却笑得一脸甜蜜，眼角挂着感动的泪花。他好像误会了什么，以为沈南桥这个举动是给他的台阶，他顺其自然地走下去了，整个人贴在沈南桥的身上，语气绵柔：妈一直都在家里等着我们，昨天你没有回来，她可担心死你了。相处这么多年你也知道的，她那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有时候说话难听了些，拜托你看着她是长辈的份上，不要和她计较了，好吗？以往每次陆阿姨对沈南桥说难听话的时候，她都是拿出这一套说辞，然后再摆出陆阿姨没生病前为沈南桥做的一顿顿饭。那时沈南桥竟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老人只是生病了，身体难受，所以脾气会炸一些。但现在的沈南桥在听到这些话，只是嗤笑一声，不以为然。昨天晚上，叶洛西不只是给沈南桥讲述他和陆怀瑾兄弟三人的爱恨情仇，还给沈南桥发来了很多的视频。陆阿姨一直吐槽沈南桥的不好，说沈南桥做的饭不好吃，可她不知道吗？她是病人，每天都还要吃药，她的饮食要清淡。她怪罪沈南桥不够体贴，每次抱他坐上轮椅的时候，都面无表情，连笑一个都不会，好像在嫌弃他一样。可试问，有谁照顾一个瘫痪在床5年的老人，还能每天都保持灿烂的笑容？除了专业的保姆，靠这个吃饭会装一下，怕是没人做得到。沈南桥能伺候他吃喝拉撒睡，把他打理得清爽干净，已经完虐不少病患家属了。可他还是不满意，甚至还拉着叶洛西将他的手和陆怀瑾的手搭在一起，苦口婆心地劝洛西、怀瑾，你们还年轻，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。陆怀瑾抽回了手，尴尬道：妈，你少说2句吧，我和南桥是夫妻，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又该闹脾气了。陆阿姨顿时不乐意了，气得一张老脸都扭曲了起来。他有什么脾气可闹的？要不是他不能生，你们至于7年都没有小孩吗？怀瑾，妈是过来人，孩子你是有的，要不然等你老了以后可怎么办？陆怀瑾板着脸不说话。就在这气氛微妙的时候，叶洛西的声音冒了出来：怀瑾哥哥，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不过妈，您不用担心，思晴长大了会伺候怀瑾养老的。怀瑾他也永远都是孩子的爸爸。年幼的叶思晴在叶洛西的眼神示意下，直接抱住了陆怀瑾的大腿，摇头晃脑地开始画饼：爸爸，等思晴长大了，给你买大别墅，再请8个佣人照顾你。听着他这童趣的一句话，陆怀瑾感动得眼眶含泪。陆阿姨更是夸叶思晴是个好孩子，直言她可以放心了。叶洛西母女将他们哄得服服帖帖的，可沈南桥看到的却是叶洛西说的天花乱坠，结果只是拿着手机拍摄视频，而陆怀瑾手忙脚乱的，一边给孩子喂饭，一边还要帮他半瘫的母亲擦嘴。叶洛西总是有意无意地夸赞陆怀瑾给他买的手机好用，买的包包很贵。他只是故意在沈南桥面前炫耀陆怀瑾对他的好，却没有为陆怀瑾付出任何东西。而陆怀瑾就看中他长相好，嘴巴还甜，便深陷其中，迟早会自食恶果。至于陆阿姨说起自己不能生的话题，沈南桥扭头看了陆怀瑾一眼，陆怀瑾没看懂他的心思，油腻地甩了2下头发，想对他露出最完美的姿态，可沈南桥只是无语地挪开了眼睛。陆阿姨思想封建，之前一直在催生，
可陆怀瑾找他谈话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催过。那时沈南桥还以为陆怀瑾说服他妈妈，但现在看来，陆怀瑾只是简单的把锅推到了他的身上，和陆阿姨说沈南桥不能生，所以才会对他们这么好，还不离不弃。也难怪那次之后，原本对沈南桥客客气气的陆阿姨忽然变得骄纵起来，态度也越发的差。原来这一切都有陆怀瑾在其中推波助澜。他们早就检查过，双方身体都很健康，一直以来不愿意要小孩的都是陆怀瑾，现在倒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两头骗，无非是不想生个小孩，分走对叶思晴独一份的宠爱。然而他也未必那么爱孩子，只不过是爱屋及乌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忽然沈南桥感受到后背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，一个钥匙扣掉在他的脚边，沈南桥这才停下脚步，疑惑地回头望去。在他思索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在迈着步伐往前走，陆怀瑾早就被他落下了一大截。陆怀瑾喊了他好几遍，但他走神的厉害，都没听见。见沈南桥终于肯停下来，他一瘸一拐的小跑跟上来，声音带着委屈埋怨道：“你走那么快做什么？我都快跟不上你了。”他的脚原来受了伤，可那又怎样？沈南桥不愿意再等他了，冲着他淡漠一笑：“没事，你以后永远也追不上我的脚步了。”陆怀瑾听到沈南桥的话后，他的动作忽然一顿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当然是字面意思。但沈南桥摇摇头，没有给陆怀瑾解释清楚的必要。他迈着更大的步伐离开。沈南桥在这座城市生活了8年，其中有7年的时间都是和陆怀瑾在一起。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无比熟悉，只是随便看一眼都能联想起他们曾经的回忆。他们在树下荡秋千，结果有小孩来哭闹，非要抢走，他们被孩子奶奶撵走，边走边吐槽熊孩子真讨厌。他们会在街巷里奔跑打闹，也曾经救助过一只差点冻死的流浪猫，他们把它送去了宠物医院，还接回了家。可它还是没有熬过那个冬天，为此沈南桥还哭了很久。无数细小的记忆从沈南桥的脑海里涌出，但这些承载着他美好的回忆，也随着他坚定不移的步伐，一点点被他删除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冰寒刺骨。沈南桥抿了抿嘴，原来爱也是可以假装出来的。他一个人慢悠悠的一路游荡，当他快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，回忆已经删除的差不多了。就在沈南桥准备进去的时候，一辆熟悉的车停在了他的面前，随着车窗缓慢摇下，露出了叶洛西张扬的面容。他咄咄逼人道：“沈南桥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怀瑾哥哥都受伤了，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路边不管？你知道这多危险吗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坐在他副驾驶位置的陆怀瑾拉了他一把，又笑着对沈南桥说道：“洛西今天开了车接我们回去，赶快上车吧。”叶洛西被陆怀瑾拦了一下，可他说话还是没有收敛。他撇撇嘴：“多大个人了，还学熊孩子玩离家出走那一套。”紧接着他又打量了一眼这家酒店：“你在家不赚钱，怎么好意思乱花钱，住这么好的酒店的？怀瑾哥哥，我是真没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优点，居然让你养了他5年。”沈南桥冷冷地看了一眼陆怀瑾。从5年前他妈妈生病之后，沈南桥就离职在家。沈南桥明明花费的都是自己的积蓄，可陆怀瑾却对外说养了他5年。陆怀瑾却在沈南桥看过去的一瞬间慌了神，向来只会和稀泥的他倒是难得替沈南桥解释了一句：“不是的，沈南桥这照顾我母亲的这5年，
花费的一直都是他自己的积蓄。此话一出，连叶洛西都愣住了。没多久，他就鄙夷地看向沈南桥，假装夸赞道：“我错了，南桥姐，勤俭持家还是你最牛，都不花怀瑾哥哥一分钱。不像我，这么多年来，光孩子的奶粉、纸尿裤、玩具那些，就不知道花了怀瑾多少开销。怀瑾还时不时地给我买些小礼物。你看，我脚上这款限量版的鞋子，就是怀瑾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包包，这个车内摆件。”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，实际上都在炫耀陆怀瑾对他的大方，对沈南桥抠抠搜搜的。叶洛西口干舌燥地说完，还故意对陆怀瑾说：“怀瑾哥哥，我这样会不会太败家了？要不然我把钱都还给你们吧，我看你们日子也过得挺不容易的。”陆怀瑾完全没听出他的话外之意，还以为他真的在自责，更是下意识的就出口安慰道：“怎么会败家呢？你值得世间最美好的东西。”叶洛西闻言笑出了声，扭头看向已经朝着酒店迈步的沈南桥。这么说起来，某人不配用这些好东西啊！陆怀瑾一愣，忽然抬头看向沈南桥，直到这一刻，他才忽地反应过来，急忙打开车门，小跑着冲到沈南桥的前面，解释道：“你别误会，我送他礼物，也只是感谢他帮了我，这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，你能懂我的，对吗？”叶洛西紧跟着下了车，晃悠到沈南桥旁边，跟着帮腔：“南桥姐，你别见怪，怀瑾哥哥一直都这样知恩图报，非常善良。我只是给他送了把伞，他为了回报我，就买了这手表送给我。”说着，叶洛西摆弄着他那1万多的女士手表，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意。他又在挑事，可陆怀瑾偏偏看不出来。不过看不出来就看不出来吧，和他无关了。见沈南桥又要走，陆怀瑾急得拉住他的手，慌乱无措：“我也给你买过礼物了呀，那次出差回家没给你带，我又没亏待你。”沈南桥本来都打算无视了，可还是被他的厚脸皮打败，反问道：“别装傻了，家用品也算是礼物吗？明明是一家人一起用的东西，你说是送给我的礼物。”这一刻，沈南桥真的很想笑，以前的他到底有多蠢，每次收到这么离谱的礼物，居然还觉得陆怀瑾体贴又顾家，不会乱花钱。可现在才知道，陆怀瑾哪里是不会乱花，只不过是不在他身上花钱。沈南桥的质问让陆怀瑾愣在原地，他眼中闪过一抹后悔，迅速低头道歉：“那你喜欢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会给你买的。”沈南桥从来不曾向他讨要过礼物，可他竟真的对自己毫不了解。虽然沈南桥也没指望他真的能给自己买什么好礼物，但也为这些年的付出感到不值。沈南桥丢下一句不稀罕，越过他们进了酒店。陆怀瑾还想着要追上来，却被叶洛西拦住了：“别担心，沈南桥他只是吃醋了，只要你给他买个小礼物，多哄哄他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情侣之间都这样，矛盾过后，感情才会更进一步。”叶洛西的这些歪理，陆怀瑾真听进去了，倒没有立刻追上来，而是纠结的呢喃道：“可是我的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。”叶洛西笑了笑：“这个简单，你找他朋友问一下，不就知道了。”陆怀瑾越发苦恼了，紧紧皱着眉头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些年沈南桥一直陪伴着他，后来更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留在家中，本来就没什么朋友，如此一来联系就更少了。就那么罕见的几个，他也是从来不过问的，更没有沈南桥好友的联系方式，甚至就连沈南桥邀请他时，陆怀瑾挑眉：“南桥，
我们若是结婚了，你可不能玩这么晚，多不安全。”沈南桥一愣，没有多说，毕竟男人都喜欢贤惠的女友。从那之后，沈南桥便很少再出去聚餐了。可他看到陆怀瑾对张扬的叶洛西爱得死去活来时，他才明白，爱一个人是没有标准的。想到这里，沈南桥笑了笑，拿出了手机，和那些很久都没联系的朋友重新沟通起来。毕竟他即将远去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，总要和他们做一个正式的告别。自从和陆怀瑾在一起后，沈南桥主动提出聚餐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们都很新奇地推掉了手上其他事，赶来和他相聚。沈南桥订了大饭店吃饭，他们一到，顿时就叽叽喳喳起来了。南桥，你一呼唤，我可是连和帅哥的约会都推了的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他身后的白裙女人白了他一眼，装什么装？谁还不知道你分手了？那人无语道：“是分了呀，这不又是认识新的了吗？”他们互相打趣着，又闹到了沈南桥头上来。不过南桥，你是不是和陆怀瑾吵架了？之前你从来不找我们玩的，赶紧分了吧，帅哥多的是，我们都可以给你介绍的。沈南桥点了点头，回应道：“是和他分手了。”原本正在打趣沈南桥的朋友们愣了一下，随即一巴掌拍到他的肩上，鄙夷道：“得了吧，就你还舍得和陆怀瑾分开？那次我都看到他和另外一个女人逛街去了，可你不信，非说他只是心善，乐于助人。”沈南桥忽然想了起来，5年前的那一次，陆怀瑾陪着叶洛西去买母婴用品，是有和他报备的。他说叶洛西一个单亲妈妈不容易，他只是帮忙采买些生活用品。沈南桥心一软，就答应了。所以当时朋友们说起时，沈南桥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朋友的表述有问题。他们一言一语地讨论着沈南桥为陆怀瑾付出了多少。辞去工作的事不说，陆怀瑾手上这房子的房贷一直是沈南桥在还，他的工作机会也是沈南桥托了关系才给找到的。有沈南桥在的地方，更是不允许任何人说他的坏话。所以他们很清楚沈南桥有多在乎陆怀瑾，更知道沈南桥舍不得离开他。可那是以前的他，现在的沈南桥自身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去救赎。我找到工作了，要去国外外派5年，也有可能会在那边定居，不回来了。当沈南桥这话一开口，他们原本还嘻嘻哈哈的，此刻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沈南桥真的放弃陆怀瑾了，也放弃了这座有他的城市。沉寂了许久，有人说了句加油，有人说了些祝福的话，也有人叹息一声，欣慰道：“分了才好，你现在终于想通了。以前的你可是怎么都劝不住，就是头拉不住的倔牛。”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觉得沈南桥分了不好，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喜事，甚至比沈南桥换工作更让他们觉得惊喜。听着他们吐槽着沈南桥以前干过的蠢事，这才发现陆怀瑾的毛病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暴露了出来。有次聚餐后下了暴雨，他们的男朋友都赶来送伞，可原本都答应好了要来给沈南桥送伞的陆怀瑾却迟迟没来，独留沈南桥一人坐门口等他。期间好几个司机问沈南桥去哪，他都摆摆手拒绝，说男朋友来接。本来他们吃饭的地方离家不远，陆怀瑾开个车过来也就是10分钟的事情，但沈南桥等到了凌晨3点，路上都没什么人了，陆怀瑾还是没来，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。沈南桥等于小了些，浑身湿透了。回家时，陆怀瑾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睡得香甜。
后来沈南桥在客厅吹头发，吵醒了陆怀瑾时，他还起床埋怨沈南桥不该大半夜洗头。沈南桥还蛮失望的，只淡淡说了句：“淋了雨，不洗一次太脏了。”陆怀瑾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，轻拍了一下额头：“哎呀，说好了去接你，结果上个厕所之后就忘了，都怪我。最近加班太凶了，没休息好，忘性大。”说完，陆怀瑾接过沈南桥手上的吹风机，帮着他吹完。那时，沈南桥心里什么怨气都没有了。后来，沈南桥和朋友提及这事，他满脸的幸福，但他们却摇摇头，指出陆怀瑾根本不在乎他。当时沈南桥只是觉得他们小题大做。陆怀瑾的性格是有些大大咧咧，但平时对他还是很体贴的。可现在细想，才看出了很多漏洞。很多时候都是沈南桥在自我攻略，自以为是的觉得他这些举动就是爱。沈南桥手里的酒一杯接着一杯，朋友以为沈南桥心情不好，一直跟他开玩笑，还笑着说要给他介绍帅哥。沈南桥以为他们只是开玩笑，便笑着说：“好啊。”结果他们还真的笑呵呵的去打电话找来了帅哥。没一会儿，看着包厢里坐着的帅哥们，沈南桥扶额有些无语。帅哥们毛遂自荐完，掏出微信表示要加个好友。美女，做不成恋人，当个朋友也好啊。朋友们也怂恿着，还扭捏呢。你现在是单身，加个好友怎么了？沈南桥叹了口气，刚妥协地打开手机准备扫码，包厢的大门忽然被人推开，所有人朝着动静发生的地方望去。只见陆怀瑾手里拎着礼盒站在门口，他审视了包厢一圈，不满地看了沈南桥一眼，随后宣示主权道：“你们好啊，我是沈南桥的老公，我叫陆怀瑾。之前老听他说起你们，都怪我工作太忙了，今天才有空和你们见一面，我自罚3杯谢罪。”说着，陆怀瑾来到沈南桥的位置上，直接拿起了他喝酒的杯子，自顾自倒上了啤酒，一连喝了3杯。他喝完之后，包厢里所有人都冷漠地看着他，没有人给出反应。见无人理他，陆怀瑾自己也有些尴尬了，斜了沈南桥一眼，嘟着嘴埋怨道：“你可是有老公的人，在外要懂得和异性保持一定距离，明白了吗？”可笑，他也知道有对象的人要和异性保持距离，可他和叶洛西在一起时，何时有过这种分寸？送各种节日礼物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甚至连大部分工资的开销都花在了他的身上。现在沈南桥只是准备加一个男生的微信，他倒是来上纲上线了。更何况他们现在都已经分手了，陆怀瑾更没有资格来管他。沈南桥根本没理会他，笑着把包厢里帅哥们的微信加了一圈。陆怀瑾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眼里的怒火都快盖不住了。看到他这副吃瘪的模样，沈南桥内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报复过后的快感。可很快，沈南桥就摇摇头，不再任由情绪肆虐。恋爱这7年来，沈南桥在陆怀瑾身上埋没的成本太多，导致他总是控制不住的想要讨回来一些。可仔细一想，报复陆怀瑾是小事，但他不该在这段不正常的关系中过度内耗自己。于是，沈南桥重新调整好了心态，只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。但沈南桥的朋友却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：“陆怀瑾，你身边不是有叶洛西吗？怎么发现他对你不好，回来找南桥复合吗？”包厢里所有人都是鄙夷地看着他，尤其是在他们知道婚礼事件后，对陆怀瑾越发的不满。这种恶意的凝视，即便什么骂人的话都没说，可陆怀瑾
还是委屈地低下头。沈南桥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你的朋友取笑我，不管不顾的吗？沈南桥抬头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曾经的沈南桥向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，直接站在他那边。沈南桥始终觉得道理是可以等回家之后慢慢和他谈的，但他如果在外受了委屈，自己必须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前。可他对沈南桥却恰恰相反。有次去吃饭，服务员漏了他们的单子，导致他们等了1个多小时，餐桌上都坐满了人，连新来不久的人都吃上了，他们这边连个水都没上。沈南桥只是大声说了句：“这么久了，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？”只是因为等太久，带着怨气，所以显得语气比较凶。结果当事人还没怎么开口，陆怀瑾就埋怨地拉了他一把，指责道：“你骂人做什么呀？他只是服务员，工作辛苦很不容易的。再说了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我们今天本来就休息，多等一会儿也没事的。”他平平静静的一句指责，直接把沈南桥架在道德的火炉上烘烤。沈南桥寻思着，他只是过问一句，并没有骂人。更何况辛苦不是工作失职的借口，做错了就要弥补，要去承担后果，而不是自怨自艾地解释自己多么不容易。当时沈南桥还耐心地和陆怀瑾解释，他听都没怎么听，就敷衍地回了句：“是这个道理没错，但你说的时候态度要好点啊。”之后沈南桥都忘了那天是怎么过的。可自那之后，诸如此类的小事频繁发生。沈南桥解释过，争吵过，可陆怀瑾总是淡漠地糊弄过去。久而久之，沈南桥懒得再去多费口舌，因为结果都一样。陆怀瑾根本不会改，永远委屈他，去心疼别人。可一件件小事的忍让，却堆积成了更大的事。直到婚礼那次的闹剧，想起这些，再对上陆怀瑾委屈的双眸，沈南桥冷漠打趣道：“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怎么你玩不起啊？只是个玩笑而已。”在婚礼上，叶洛西羞辱沈南桥，逼他当众出丑时，陆怀瑾就是这么回应的。如今沈南桥把他的话还给了他，可他怎么就受不了呢？陆怀瑾红着眼，握紧了拳头。玩笑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是，否则就是嘲笑。沈南桥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怎么能帮外人说话？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啊，只是一直在装傻。当初婚礼上也是，陆怀瑾明明知道叶洛西是故意针对沈南桥，知道他母亲说话恶毒，可他还是选择站在他们那边，为他们的行为找补。到最终，受委屈的只有沈南桥，说到底只是因为他无关紧要罢了。可现在鞭子打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他终于知道疼了，但他没有自我反省，而是责怪沈南桥没有护着他。沈南桥只是淡漠道：“你不满意可以直接走，我没请你的，是你不请自来。”陆怀瑾被沈南桥说的愣住了，他发现那个眼里只有他的女人真的变了。陆怀瑾不再计较那件事，只是低垂着眼眸：“之前你一直要我来聚会，可我因为工作忙，实在脱不开身。现在我来了，你又不愿意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怎样。”没错，他当然忙得很，一边要忙着工作的事情，下班了还要给叶洛西做饭，给他的宝贝女儿当保姆。而对于沈南桥，却是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见他还真委屈上了，沈南桥只能表示很羡慕这种脸皮厚、只精神内耗别人的存在了。有这能力，何愁不成大业呀？沈南桥冷笑看着他：“别忘了，之前我想让你来，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，现在你算是我的谁？我为什么要邀请你来？”沈南桥早就和他提过分手了，
可他还是纠缠不休。沈南桥真的搞不懂了。若说以前他是陆怀瑾退而求其次的备胎，那现在呢？陆怀瑾身边都有叶洛西了，不应该喊他滚远点吗？陆怀瑾惨白着脸，一副受了莫大伤害的样子，甚至就连朋友们都担心沈南桥看到他这副委屈的样子，会心软重新接纳他，还抓着沈南桥伸出的手，怒视着他，用眼神暗示他不要再跳进火坑。沈南桥只是无语地摆脱开，指着陆怀瑾喝过的杯子，对外喊道：“服务员呢？这个杯子脏了，帮我撤下吧。”门又一次被推开了，进来的不是服务员，而是怒气冲冲的叶洛西。他冲上前，站在陆怀瑾身前，伸手指着沈南桥，呵斥道：“沈南桥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怀瑾哥哥好心来安慰你，你居然带着这么多人羞辱他，亏得他还专门给你买了礼物。换做别人，估计都感动了。可沈南桥没动作。”知道内情的朋友们更是故作夸张地讥讽道：“哟，那看来是份大礼啊！这准备的是洗衣液还是洗洁精啊？看这包装也不沉啊，买的不会是日抛的试用装吧？”包厢里的人笑成一团，连沈南桥都忍不住自嘲地笑出了声。一时间，笑声此起彼伏。服务员畏畏缩缩地进来，更换了他说的那个杯子。陆怀瑾被说得羞红了脸，更是急着跟沈南桥道歉：“沈南桥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但你说出来之后，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弥补你，好好对你的。”说着，他抬手拆开了手上的礼盒，盒子确实精美小巧，还带着他亲手写的卡片，看上去确实很重视的样子。沈南桥正想说：“现在弥补为时晚矣。”陆怀瑾拿出了他的礼物，却是不再是家用品，而是一块立牌，正是围裙上他定制的那个卡通角色。他将手伸过来，本来想给你定制手办的，但时间来不及，只能先送给你立牌了，其他的我之后补给你。包厢里，朋友们爆笑如雷，沈南桥也很无语。他曾经是喜欢那个动漫没错，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现在他都已经30多岁了，早就不喜欢这些东西了。而陆怀瑾不光是对他一无所知，甚至连这点都想不明白。不过无所谓了，他送来的不管是什么，沈南桥都不会收下的。陆怀瑾见沈南桥没收下，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。叶洛西及时跳出来帮腔，怒视着沈南桥：“我连手办都让给你了，你差不多得了，给你台阶下就是了，不然错过了怀瑾哥哥这么好的男人，吃亏的是你。”沈南桥冷笑看着他：“这么好的男人我要不起，送你了。”叶洛西此刻还在一侧拱火：“怀瑾是个人，不是物品，你这是在羞辱他。”沈南桥轻哼一声，没有在意。然而这一次，陆怀瑾难得一次没有听信叶洛西的话，而是抓着沈南桥的手问道：“你说你喜欢什么？我都记下来，以后会买你喜欢的礼物，好不好？”沈南桥无情地甩开他的手：“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，你们出去吧，我们这里没你们的碗筷。”他和朋友的聚会，结果被他们搅和成了闹剧。沈南桥直接开始赶人，陆怀瑾脚像是粘在地板一样，死活不肯走。还是叶洛西拖拽着他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怀瑾哥哥，先走吧。”他正在气头上，等他消气了些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见他如此说，陆怀瑾的才肯挪动步伐，离开了包厢。他们走之后，所有人都止住了笑容，怜悯地看着沈南桥。也正是经历了这一幕，他们才肯相信沈南桥是真的放下了，没了无关人士的打扰。他们玩得很开心，吃完饭先去 K 歌，又去了酒吧。等从酒吧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凌晨5点了。
天都快亮了。沈南桥刚到酒店洗漱，就接到了学长的电话：“南桥，我给你安排了公司附近的租房，你将就住半个月，就先别住酒店了。”沈南桥身上没钱，也不愿意找大家借，所以便去办了张信用卡应急。而学长却看出了沈南桥的窘迫，还为他安排好了住处。沈南桥跟学长道了谢，搬了过去。而现在，距离他离开的日子只剩半个月。沈南桥每天正常上班，下班了之后还会和同事一起逛街，日子过得潇洒快活。就在如往常一样的一次下班中，沈南桥在公司门口看到了陆怀瑾。陆怀瑾挡在沈南桥面前，说要和他谈谈。沈南桥挑眉看着他：“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”陆怀瑾当众抓着他的衣袖，一副委屈相。“好了，沈南桥，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的，你不就是以为思晴是我在外偷偷生的孩子，所以觉得膈应，再生我的气，对吗？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。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摊开来讲。思晴她真的不是我的小孩，我没有背叛你。”说着，陆怀瑾给沈南桥看他叶思晴的亲子鉴定书，他们确实不是父女关系，但真相是什么，沈南桥早就不在乎了。他们对沈南桥造成的伤害是真的，孩子只不过是个引子罢了。通过他，沈南桥才知道陆怀瑾母子本质上就没把他当家人看，更甚至说他们都没把他当人看。而现在他还不知道，叶洛西已经把事实都告诉沈南桥了。叶洛西是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所以陆怀瑾才会放下一切去帮他。而他最爱的妈妈也当然选择站在他这边。曾经每次沈南桥质问时，都是陆怀瑾沉默不语。如今场景反了过来，换作他懒得说话时，还没一会儿，陆怀瑾就不耐烦了：“求你的，沈南桥，你不要对我冷暴力。你要真觉得我做的不对，你说出来，我跟你道歉。”沈南桥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还真是有趣。曾经他竟看着沈南桥抓狂，事后还反过来指责他。爱一个人就是只一眼就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。他怪沈南桥不够爱他，所以才猜不透他的内心所想。如今事情反了过来，他又开始怪沈南桥冷暴力他。他总有他的歪理，沈南桥不想分开了，还让他纠缠自己，便无语地开口：“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？我照顾你母亲5年，可到头来却是养了2只白眼狼。”陆怀瑾浑身一僵，解释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妈妈只是生病了。”说话有点难听，他母亲是病了，可陆怀瑾也跟着一起折辱他。每一次他母亲各种无理挑剔，要沈南桥做没有鸡蛋的鸡蛋炒饭，做不出来就闹脾气，辱骂他。陆怀瑾只是静静站在一侧看着，事后也只是来了一句：“他是病人，可他母亲是病人，那他呢？何时站在沈南桥这边，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吗？”沈南桥自顾自想着，平稳了心情。那些终究都是过去式了，我们怎么说也谈了7年了，过往的那些事情我不再追究，你也别再来打扰我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沈南桥已经真正的放下了，可他松手后，那个总是忽视他的陆怀瑾却不肯放下。他希望沈南桥能闹一闹，吵一架，哪怕是动手也好，因为有愤怒，才表示还有挽回的机会。可沈南桥只有看破红尘般的平静，这让陆怀瑾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沈南桥不是在赌气，而是真的要离开了。陆怀瑾冲上前抱住他，哽咽道：“南桥，以前是我们做错了，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，好吗？婚礼我们重新办一个，我会把亲戚们都请来见证我们的爱情。”
他恳求地看着沈南桥，可沈南桥却不在乎地摇摇头，将他推远。不需要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从一开始就是沈南桥的一厢情愿。沈南桥回到家之后，过得和往常一样，只是陆怀瑾并没有因为沈南桥的话而退缩，反而是恢复了最初追他时的模样。他贤惠的日日给沈南桥准备早餐，更是鲜花不断，也总是发消息对沈南桥嘘寒问暖。南桥，我买的早餐记得吃，别工作忙起来就忘了吃，凉了口感不好。天气冷了，记得多穿衣服，毛衣闪送到你们公司了，别感冒了。同事们纷纷羡慕不已，感叹沈南桥找了个好男友。可沈南桥却高兴不起来，也根本不想要他的任何东西。当年沈南桥就是上了他的当，才会陷得那么深，为了他放弃了一切，到头来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。他只有在得到手之前才会如此态度好，等和他在一起之后又会原形毕露。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陆怀瑾自作主张地来接沈南桥下班，在他身边开心地说道：沈南桥，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沈南桥当然记得，还不等他开口，陆怀瑾就兴奋地说道：是我们在一起7年的纪念日啊，我们晚上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好不好？沈南桥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原来他不是健忘啊。自从第1个纪念日之后，他每次纪念日不光忘记了，还总是各种各样的理由缺席。每次当沈南桥不满地问起时，他就装傻地看着沈南桥：对不起啊，我就是工作太忙，老是忘。你再和我说一遍，我这次写日历上绝对不会再忘记了。曾经，沈南桥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每次被放鸽子都只是无奈地戳他脑袋。可如今再对上陆怀瑾皎洁的双眼，才恍然发现，笨的那个人是他才对。他跟沈南桥说了地址和他订好的房间，接了个电话就跑走了，根本不给沈南桥拒绝的机会。沈南桥想了想，还是有必要和他掰扯清楚，让他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了。于是他答应了这次赴约。可沈南桥在餐厅等了又等，都不见陆怀瑾的踪影，给他发消息也一直石沉大海。小姐，请问您还等吗？店都快打烊了。服务员没忍住上前催了催沈南桥。沈南桥早已饿得头晕眼花，拿着菜单点好菜，一个人吃了起来。他又一次爽约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南桥刚好撞见陆怀瑾一家抱着玩睡着了的孩子往回赶。陆怀瑾牵着叶洛西的手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。还是叶洛西发现了沈南桥，率先叫住了他：这不是南桥姐吗？刚吃完饭回家呀。陆怀瑾忽的一愣，想起了什么，懊恼的急忙解释道：南桥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和你约了饭。叶洛西拉住他，心疼道：别总责怪自己，是私情不懂事，非要闹着去夜市上玩，耽误了时间。说着，叶洛西摁着小孩的头，硬是要给沈南桥道歉。小孩直接就被吵醒了，顿时哇哇大哭起来。陆阿姨心疼的不行，哄了孩子几句，便又开始骂沈南桥：沈南桥，你人都走了，还要来让我们不痛快，非得把我们这个家闹散了，你才开心吗？亏得我还给你做了2年的饭，把你当亲儿子对待。陆阿姨的话越说越难听，陆怀瑾脸色一白，难得出面制止：妈，你少说2句。陆阿姨还是第一次陆怀瑾训斥，顿时怒了：我有说错吗？这2年的买菜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不成？你倒是潇洒，想走就走。行啊，既然你要走，那就把账算清楚。这2年的做饭钱你不给我结清，我们没完。
看着眼前咄咄逼人的陆阿姨，沈南桥只觉得讽刺。那时是陆阿姨一脸温柔地主动拉着他坐下吃饭，说着吃顿饭而已，没什么的。可沈南桥总觉得不好意思，每次都带着重礼上门，逢年过节的更是红包不断，隔三差五的来帮忙打扫卫生。可现在他觉得他亏了，来找沈南桥算账。沈南桥站住脚步笑了：“行啊，既然要算账，那我们就算得再清楚些。这5年来我照顾你们，花的都是我自己攒的钱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我卖掉了父母的房子。那我们就来算算清楚，你们到底欠了我多少钱？”沈南桥拿出手机开始算账，可很多开销都埋没在生活里面，他又没有刻意记账的习惯，如今也只能记着一些大头。见沈南桥真的开始认真起来，陆阿姨无言以对，将轮椅推了个反方向，背对着他。叶洛西笑着出来打圆场：“南桥姐，妈只是说说气话，你看你还当真了。他好歹也是长辈，咱们做小辈的不得多担待着点呢。”沈南桥有些算不清楚，收了手机，不再理会他们。可陆怀瑾却以为他妥协了，追赶上来：“对不起啊，沈南桥，我妈又为难你了。自从陆阿姨生病后，总是莫名其妙地为难她，说些很难听的话。可要不了多久，陆阿姨又换了副态度，跟沈南桥道歉，说她病糊涂了，不是故意的。”一开始沈南桥也以为是病的原因，可现在才发现陆阿姨本来就是那样的人，她不过是怕沈南桥被骂走了之后就没有人照顾她了。现在她的身边又来了个叶洛西，她自然是无所畏惧，彻底放飞自我了。而陆怀瑾每次都只会说一句“你受委屈了”，却从来没当着他妈的面站在过沈南桥这边，对上沈南桥冷淡的眼神，他有些慌了。忽的，陆怀瑾想起什么，拉着他的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对了，沈南桥，我送你的那些礼物呢？你平时都当作宝贝一样放在柜子里，今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忽然找不到了，你是都带走了吗？”陆怀瑾还以为他把东西搬走了。沈南桥冷笑地甩开他的手：“你说那些垃圾呀，我丢掉了。”陆怀瑾猛地一愣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沈南桥，更是红了眼眶。那些都是我们相爱的点点滴滴，你怎么能丢了呢？相爱吗？沈南桥笑了笑：“哪里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家吗？我不过是你家的免费劳工罢了。”他会给叶洛西母女做饭，会陪着他们做手工，会温柔地和他们一起玩游戏。可这恋爱的7年来，他陪沈南桥的时间几乎为0。陆怀瑾的发丝被风吹起，他委屈地落泪：“沈南桥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你真的要走了吗？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”沈南桥快步离去，陆怀瑾一边追赶着他的步伐，一边喊着他没有停步，他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再也没有任何束缚。半个月转瞬而过，同事们不舍得和他一起吃了午饭。下午南桥就要出发了，我们在这祝南桥一路平安，前程似锦。沈南桥举着饮料杯子，笑着接过大家的祝福，待到所有人都散了去，陆怀瑾才悠悠出现在他的身后。知道你不喜欢你的同事们看到我刻意等他们走了才出现。他露出一副乖巧的模样，好像挺为沈南桥着想的。你是下午4点的机票吧？我送你过去。好歹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也该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沈南桥直接无视了他，打上了车。刚走到路边，就看见叶洛西就倚靠在车边上。陆怀瑾急忙冲他开口：“洛西，我们送沈南桥去机场吧。”叶洛西推了推墨镜，张口道：“抱歉啊，我来的时候喝了点酒，不能开车。”说着，
叶洛西看着沈南桥，手里的钥匙转动着。要不，南桥姐你自己开车过去吧，到时候我找代驾去开回来就行。虽然是麻烦了点，但南桥姐的事就是大事，马虎不得。陆怀瑾有些犹豫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还是不麻烦你了，我们打车吧。”他们吵吵闹闹间，沈南桥打的车已经到了，他上了车，陆怀瑾急着便跟了上来。沈南桥挑眉：“下去。”陆怀瑾死死抓着安全带，耍无赖道：“我就是要送你过去，我就这最后一件心愿，你也不希望我留下遗憾吧？”沈南桥懒得理他，刚想说随便他，这时车门口的叶洛西急切地拍着车窗：“怀瑾不好了，思晴她生病了。”陆怀瑾顿时慌了，解开了带子下了车：“那我们赶紧回去送她去医院啊！”沈南桥吩咐司机开车。陆怀瑾见车子开走了，又急忙跟着车子一直拍窗户：“沈南桥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来送你的。”直到飞机起飞，他都没有出现。等沈南桥下了飞机，他的道歉才姗姗来迟：“对不起，我照顾思晴耽误了，你还在机场等我吗？我马上来。”这样的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之前的每一次，沈南桥都这样等他，可他都说工作忙，其实是去陪叶洛西母女去了。沈南桥从来都不是他的首选项，他毅然决然地离开，并且拉黑了陆怀瑾的一切联系方式，一切都将从头开始。陆怀瑾赶去了机场，可是再也没能找到沈南桥的踪迹，电话、短信统统不回。他知道沈南桥肯定生自己的气了，这段时间也没敢去打扰，直到定制的手办到家了，陆怀瑾满心欢喜的拆封，他终于有个理由可以去联系沈南桥了。可当他拍下照片发过去时，屏幕上却亮起了红色的感叹号，沈南桥已经把他删除拉黑了。他又给沈南桥打去电话，也一直未能打通。这时他才真的慌了，沈南桥真的不要他了。可他还是不敢相信，这7年来沈南桥什么都能为他做，怎么可能就因为一个误会就抛下他呢？陆怀瑾找去了沈南桥的公司，想打听他外派的城市，但公司对沈南桥的去处保密。沈南桥学长本就不待见他，更不会多说。一无所获的陆怀瑾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，可家里却是一团乱麻，遍地都是垃圾。他的妈妈坐在轮椅上，哭红了眼，尿液在地板上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，只有尿骚味久久不散。年幼的叶思晴将茶几上的东西都掀翻在地，还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。洛西，孩子哭这么大声，你怎么都不管他呀？陆怀瑾先把孩子抱起来哄，走到房间，却只看到戴着耳机、做着美美的指甲、正在游戏里大杀四方的叶洛西。在沈南桥搬离家中的时候，叶洛西就自发地要求住进来，美名其曰说老人需要照顾。陆怀瑾母子一听，自然很乐意。可谁曾想，叶洛西住进来之后，别说是帮忙照顾老人了，连他的生活起居都需要陆怀瑾操心。陆怀瑾又叫了几遍，可电竞房里只有急促的敲击键盘声，他无奈的只能自己收拾。一走到餐桌前，才发现中午点的盒饭都还没收拾，垃圾桶又被小孩弄倒了，踩得满地都是脏物。陆怀瑾先帮母亲换了条裤子，见老太太不说话，他叹气：“妈，要不然我们还是用尿不湿吧。”陆阿姨脸顿时难看起来：“不好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不用。以前沈南桥在的时候，都会及时处理好这些。”陆怀瑾恼了：“妈，可他现在走了，你如果不用，谁帮你处理这些？我要是留在家里伺候你，谁赚钱养家？”
陆怀瑾强硬地下单了尿不湿。这一次，陆阿姨什么都没有说，妥协地扭过头去。她刚帮母亲擦完身子，累得腰酸背痛的，准备休息一下。叶思晴哭喊着说她饿了。陆怀瑾屁股都还没挨到沙发边上，便起来准备去煮饭。一打开锅盖，却发现10几天前剩余的面还没倒掉，锅也没洗，已经发酵成了一团恶心的粘稠物，散发的臭味更是令人作呕。叶思晴一边丢玩具，一边跟着陆怀瑾走进了厨房。妈妈，我现在要吃饭。陆怀瑾一边处理，一边温柔哄道：“等一下哦，爸爸把锅洗好了，就来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”叶思晴不乐意了，抓着陆怀瑾的裤腿，大声哭喊：“不嘛不嘛，我现在就要吃！”陆怀瑾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摔倒在地，锅里的垃圾掀翻，溅满了整个厨房。他惨叫一声，顾不得孩子的哭声，对着电竞房的方向喊道：“洛西，我摔倒了，你快过来！”电竞房里迟迟没有传来动静，许久才传来叶洛西娇柔的声音：“哥哥，让我赢一下吗？”陆怀瑾顿时胸膛升起一阵怒火，他想起了沈南桥。之前他只是在厨房拿东西，结果不小心掉了一个勺子。原本在晒衣服的沈南桥慌忙跑了进来，询问他的情况。可现在叶洛西明明听到，却假装不知道。他躺在地板上缓了很久，叶思晴抓着他的胳膊就咬，饿得直哭。陆怀瑾忍着疼痛，只能艰难地爬起身，点了外卖，把孩子哄睡着了。厨房还没收拾，刚走进卫生间，却发现垃圾桶的纸巾都溢满出来，也没人丢掉。洗衣机里的衣服闷了一下午都没人晒，事情多的他不知道先忙哪个好。以前沈南桥在的时候，家里总是干干净净的，衣服换下来再穿时就变得清爽干净，家里更是一尘不染，好像永远都不会有垃圾似的。可沈南桥才离开不到1个月，这个家就大变样，仿佛变成了垃圾场一样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臭味。可他依稀记得，家里的味道是香香的，像阳光沐浴般温暖的。沈南桥是个很享受生活的人，他会每天换一束新鲜的花，会买香薰，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沉浸在以前的幻想里面，还没多久，被他妈妈的呼喊叫醒了。陆阿姨想喝水了，可她只活40摄氏度的水，烫了不行，凉了点也不行。她看着智能杯上的温度显示，淡淡道：“再热个5摄氏度就能喝了。”陆怀瑾压制住脾气，先把母亲哄住了。这边还没忙完，躺在沙发上的叶思晴醒了，不停地哭。陆怀瑾就这样哄完大的哄小的，终于把外卖等来了。他拿完外卖，追着叶思晴满屋子的跑来跑去喂饭。等到他喂完，准备吃点东西的时候，桌上的菜已经吃空了，只留下一些汤水，甚至饭都只是吃剩下的。陆怀瑾忍不住跑去电竞房质问道：“叶洛西，你过分了！我照顾小孩那么累，你什么都不干就算了，怎么能把饭都吃了，都不给我留一口？”叶洛西眼睛都没离开过屏幕，嘴里却说道：“怀瑾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吃过了，要不你等我下，这把打完我重新给你点一份，马上就打完了。”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嘴上说着抱歉的话，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动作。陆怀瑾知道指望不上他，无奈地离开，在家里翻翻找找，找到了一箱未开封面包，纸箱上贴着张便利贴，留着陆怀瑾熟悉无比的字迹：“怀瑾最爱吃的营养面包。”这是沈南桥知道他工作忙，有时候没空吃饭，特意买来给他充饥的。可他还没来得及拿出来，他们就结束了。陆怀瑾一个大男人，
在这一刻却没忍住哭出声来。可叶洛西听到了，反而把游戏的声音放得更大，输了游戏还抱怨道：“陆怀瑾，你小声点啊，我都听不到脚步声了。”他的哭声没有得到任何安慰，还把小孩吵醒了。唯有担忧他情况的陆阿姨喊了他很多遍，都没有听到回应后，想翻身下来，结果摔下了床。陆怀瑾连情绪都发泄不了了，急忙找叶洛西帮忙。叶洛西却挑眉：“怀瑾，等一下，这把游戏要赢了，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”陆怀瑾心里气不打一处来，只能自己打电话叫了120，一边抱着孩子，一边照顾母亲。值班的护士见他这忙碌的模样，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：“真是的，孩子妈妈呢？怎么不过来？就让你一个人照顾老人和孩子。”陆怀瑾说不出口，唯有沉默。那个体贴温柔的女友，终究是被他弄丢了。忽然，陆怀瑾想起来，他还记得沈南桥的手机号码，便借来了护士的电话，拨打过去。许久，电话接通了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好，我是沈南桥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听到沈南桥声音的那一刻，陆怀瑾再也忍不住大喊：“沈南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一旁不明所以的护士顿时夺过手机训斥道：“你怎么当妈妈的，让你老公一个人又照顾孩子又照顾老人的？”电话那头，沈南桥淡淡开口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和他早就分手了，那孩子也不是我的。”护士顿时愣住了，刚想说抱歉，才发现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陆怀瑾不停地拨打回去，可却再也没有接通。后来他又换了其他手机号去打时，这个号码已经被沈南桥注销了。他只能重新回到生活之中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，叶洛西的坏习惯一点点暴露，而且他不愿意出去工作。刚找一个工作还没上2天班，就以各种理由辞职，抱怨世道不公。吴伯乐看中他，整日怨天尤人，沉迷游戏和美甲美容。陆怀瑾无奈了，只能他去上班，让叶洛西照顾家里。可叶洛西才不会管。陆怀瑾上班的时候，妈妈给他打来电话，说是孩子爬沙发，结果摔了一地的血。叶洛西怎么都叫不动，他唯有急急忙忙请假回家，将孩子送去了医院。往后不是孩子摔了，就是孩子饿了没人管，或者孩子扒拉玻璃瓶被砸伤了。只要叶思晴没上幼儿园在家，总是闹出各种各样的事，日复一日如此。他唯有经常请假回家照顾孩子。最终他被家里磨得疲惫，业绩不好，被开除了。当他抱着一堆东西回到家的时候，陆阿姨拉身上1天了，都没人帮他换下，臭烘烘的。陆阿姨指着红肿的额头哭道：“叶洛西不但不管我，还嫌我臭，动手打我。以往只是懒，如今却动手打人。”陆怀瑾再也忍不了了，去找叶洛西理论。叶洛西跪在他的面前，狂扇自己的耳光，哭哭啼啼道：“对不起，怀瑾，我再也不会动手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”看着哀求着他的叶洛西，陆怀瑾一心软，就选择了原谅他。但要不了几天，又会原形毕露。可陆怀瑾就这样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觉得他还是有悔改机会的。直到他妈妈的病情恶化，他准备拿出多年积蓄救妈妈命的时候，才发现钱早就被叶洛西拿去炒股，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。陆怀瑾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再也不能留叶洛西在身边了。这一次，无论叶洛西如何跪地求饶，他的态度依旧很坚决。可叶洛西为了留下来，直接拉着孩子上了天台，逼得陆怀瑾不得不妥协。陆阿姨没钱，无法住院治疗，
陆怀瑾只能将母亲带回家里照顾，可他的情况每况愈下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拉着陆怀瑾的手，气若游丝地哀求道：“怀瑾，你还有和南桥联系吗？妈想再见他一面，和他说一声抱歉。”陆怀瑾拿着手机点开了一个账号，沈南桥消失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找他的下落，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沈南桥的账号。可他看着沈南桥每日不是美食就是各种聚会旅游，根本不敢去打扰他的生活。这一次，他想完成母亲的遗愿，给他发去一条消息：“南桥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妈妈要离开人世了，她想再见你一面，可以吗？”可他却迟迟等不到回复。陆阿姨最终还是没有再见到沈南桥最后一面，便离去了。母亲葬礼那日，陆怀瑾又给沈南桥发去了消息，期待他会忽然出现在眼前，抓着他的手，将他带向光明。可是他等啊等，没等到沈南桥的消息，却等来了叶思晴在学校里闯祸的消息。5年过去了，叶思晴也已经10岁了。他匆匆赶到学校去，了解了情况，才知道是叶思晴欺负了别的小朋友。陆怀瑾压抑着怒火，耐心劝道：“思晴，爸爸教过你不能欺负别人，你现在给他道歉。”叶思晴仇视着陆怀瑾，用力一把将他推下了楼梯。“你又不是我的亲生爸爸，凭什么管我？”说完，他愤怒地跑开了。最后还是老师将陆怀瑾送去了医院，叶思晴却不肯来看他，还说：“废物一样的爸爸，干脆和奶奶一样，死医院里得了，正好把房子留给我。”陆怀瑾回想起叶思晴小时候乖巧的模样，再看看现在，彻底心死了。他一手带大的孩子，不光是讨厌他，还巴不得他去死。好在他幸运，这次受伤不严重，刚包扎完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：“怀瑾啊，你妈妈的葬礼忙完了吗？今天来了个大客户，把整个餐厅都包了。你要是没什么事，赶紧回来帮忙。”陆怀瑾失业后又要照顾家庭，很多公司都不会要他，他只能干着家附近的餐饮行业，一边赚钱，还能顾着点家。平时老板待他不薄，他接2连3的请假，老板也没有开除他。如今餐厅有事，他没敢耽搁，即便带着伤，也打车赶了回去。可他刚换上衣服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被人群簇拥着，那是他朝思暮想的沈南桥。他不再是那个穿着休闲装跟在他身边伺候他时那不起眼模样，而是穿上了高定礼服，面容多了几分冷厉和稳重。这样的沈南桥，他很陌生，可他顾不得那么多。他思念了沈南桥足足5年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他急忙就想上去跟沈南桥打招呼，想重新挽回这段感情。叶洛西和叶思晴这对白眼狼母女，他再也不要了。他满怀期待的想要冲过去的时候，却看到沈南桥牵起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手。那个男人很温柔，怀里还抱着一个2岁大小女孩。那女孩活脱脱一个沈南桥的翻倍。沈南桥5年后归来，成为了他们公司在国内分部的总经理。他今天请了全体员工吃饭，不光是为他回归庆祝，也是要当场宣布他即将结婚的喜讯。人群中有员工打趣道：“沈总这是办升职宴还是喜宴啊？”沈南桥牵着身侧男人的手，温柔地对着他说道：“当然是庆功宴，我的喜宴可不会这么寒碜。”员工们被撒了一波狗粮，疯狂起哄，要求他们当场亲一个。陆怀瑾看着这一幕，猛地止住了脚步。他转过身，含着眼泪冲进了后厨。陆怀瑾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他永远地失去了沈南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